很多人当他意识到他的养老积累和他的这个收入的水平根本不匹配的时候，他是很焦虑的。很多民营企业它的社保是交纳不充足的，就是可能他是一个民营企业的高管，他月薪可能有4万块钱，年终可能还有20万的 bonus， 一年理论上是一个70-80万税前的人，但是他的社保基数按照最低标准去交，那他的社保养老金可能只有4-5千块。我是曹叔，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体制内的保险公司工作，3年后呢，我离开了体制，意识到养老要靠自己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发现整个社会对于养老金怎么做，基本上是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科普和介绍的。所谓的养老金账户由什么组成呢？3大支柱。第一支柱是政府，就是我们说的社保养老金；第二支柱呢是企业或者公司，就是职业年金或者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说的个人养老金。3个角色很分明，但在咱们中国呢，一说到养老金，可能大家习惯性的就会想社保养老金，曾经一度呢，把所有的养老的期待都寄托给社保养老金上面。计算未来可以领多少钱的时候，有一个计算公式。假设我在2008年工资是18000元，是当时北京社会平均工资的2倍。那如果我能一直维持这个水平啊，那么坚持30年，坚持到60岁退休，那我的退休前的工资会涨到28000元。退休后我每个月的社保养老金大约是12000多元，这还是一个偏乐观的结果。我们算的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这30年里面，只要社保有断过，收入没有跟上平均工资，政策发生了变动，这些都会影响这个预测结果。现行的养老制度有什么危机？人口的出生率和老龄化对社保养老金的影响非常大。东北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说，我当期的这个养老金的结余啊，已经是负数了。除此之外呢，那第二支柱呢，拥有它的人非常少，那只有不到7000万啊。你去大街上看20个人里面，可能也就1个人是有第二支柱的。所以过去几年政府一直在推的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这个新政策大家也都很关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质上是通过税收减免激励你为养老攒钱的过程。简单来说，20万年薪的人，那如果花12000元买了个人养老金的产品，他能获得1000到2000左右的退税，所以年薪越高越值得买。个人养老金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说明国家真的开始喊你养老了，而且用真金白银的给你去退税，花钱让你去行动。攒多少钱才能安心养老呢？有一个概念叫养老替代率。假设退休前他可能1个月是15000的月收入，那他如果退休之后能拿到10000到12000之间，那他的退休替代率大概就是60%到70%。那这个替代率是非常健康的啊，也是世界银行等很多金融机构认可的一个科学的比例。我建议大家可以以自己的收入基准为一个标杆，然后从中拿20%到25%左右的比例去预留给退休后的自己。为什么这个数字我觉得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呢？社保养老金是公司交16%，自己交8%，合起来正好是1/4左右。政府有一个默认的理念，就是你每个月都要把你赚的25%的钱留给未来的自己。要怎么去搭建自己的养老系统呢？可以参考3个账户，10%到20%的钱放到第一个账户，叫风险准备金，用来交商业医疗险，给医疗风险兜底。30%到50%的钱呢，放到第二个账户，叫终身现金流，用来购买终身的养老年金。如果你的社保养老金每月能领的钱不多，那终身养老年金可以在你退休后每个月给你发钱，作为现金的补充。最后还剩50%到60%放到第3个账户，叫稳健资金池，它是用来购买增额终身寿险或者公募养老基金的，是一笔退休后可以随时支取的钱。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比例。为什么不建议用养老的钱去还房贷？我们看我们五险一金的结构，每个月有25%左右是给养老留的，10%左右是给看病留的，可能还有10几甚至20%是给你买房留的。说明社会体制在构建之初就认为，不管是买房还是养老还是看病都是很重要的，你都得关注，你不能偏废。
对于养老，你还有什么其他建议吗？养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它需要金钱的投入啊，需要专业的服务，需要持久的这么一个运营。在规划养老的时候，一方面攒够养老金，另一方面呢，可以关注一下现有的一些养老服务或者社区，去感觉一下它对于你未来的自己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那你现在能做一些什么？所以养老不光是钱的问题，提前准备的这种价值观，可以让你自己的养老生活更安心。